臣张光弼拜见太后。张爱卿平身。谢太后。太后，臣举荐一人，由他亲自监管礼贤，请太后恩准。你推荐的人不会是狄仁杰吧？太后英明聪慧，真是无人能及。说说你的理由。礼贤太子被押回京城，他的同党绝不会罢休，肯定会千方百计去营救。朝廷必要派一位有经验之能臣监管。狄仁杰在地方为官多年，对此颇有心得，绝不会让人从他的手中将太子救走，这是其一。其二，他与太子礼贤交往不多，不会被人利用。其三，他对太后忠心耿耿，绝无二心。准奏。狄爱卿，你看怎么样啊？君无戏言，臣本当遵旨。不过什么？太后，这本来是刑部与大理寺的事情，臣不好越俎代庖吧。监管贤儿是关乎国家兴衰之大事，满朝的文武官员没有一个哀家信得过的，唯有你让哀家放心呐。谢太后信任。如果臣猜得不错，这应该是张光弼张大人的主意吧？错，是哀家的主意。最近这些日子，为礼贤平反，让他登基称帝的呼声越来越高了。大有唯恐天下不乱之势啊！在这个时候，哀家必须找一个可以信赖的人看好他。哀家可不想让自己的儿子卷进乱党的漩涡中去。狄仁杰，臣在。拜托你了。君叫臣死，臣不能不死。监管贤儿与死有什么关系啊？太后能恕臣直言吗？讲。由臣来监管太子，结果无非三个：第一，真有所谓乱党劫持太子出逃，那么臣失职，臣难逃一死；第二，如果臣能够阻止那些乱党劫持，那么乱党势必迁怒于臣，臣又难逃乱党之手；第三，倘若什么？臣若出言不逊，请太后再赦臣不死。准了。谢太后恩。第三，由于各种原因，如果太子发生了什么意外，太后您饶不过臣，忠于太子的人饶不过臣，那些想害臣的人更可以说是臣害了太子。无论哪一种结果，都是一个字：死。天下谁不怕死？你这是在说些什么呀？哀家怎么没听明白呀？太后，有人想让太子生，有人想让太子死啊。所以，只有把贤儿交给你，才会平安无事啊。太后，哀家希望出现的是第四种，那便是贤儿不会有事，你也不会死。太后啊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恐怕还没有什么困难能够难住你狄仁杰的。太后，我已经让御膳房准备了午饭，用最好的御酒为你压惊。谢太后，不过臣已经什么酒都喝不下了。臣领旨谢恩，臣告退。
有什么事啊？臣以为太子关在天牢之中实为不妥。哦，天牢之中犯人很杂，形形色色，很容易被一些人利用，或劫牢，或谋杀。虽说天牢看守很是严密，但百密难免一疏。臣以为换个地方好。你以为换到哪里比较妥当呢？太子宫中。太子宫？是太子宫。贤儿虽然是哀家的儿子，可也是世人皆知的罪人呐。如此一来，会受人以柄，说哀家徇情枉法，无视天条啊。太后，监管是臣，全部责任由臣来承担。太后，望太后恩准。太后啊，您如果信不过为臣，那干脆现在就斩了臣吧。好吧，哀家答应你。但如果他被劫持，如果你跟哀家耍什么花招，那就杀！太后啊，臣还有一事，请您恩准。还有什么事啊？臣以为看守太子宫的守备必须由臣亲自任命，除太后与臣之外，任何人都不得入内，包括兵部、刑部、大理寺的重要官员，也包括武承嗣与张光弼。太后英明，这都是为了太子的安全着想，也是为了臣的安全。虽然你想的多了点儿，但哀家还是答应你。谢太后，臣告退。等等，太后，狄爱卿，你夫人还在太原老家吗？是。贵公子一直都跟着你吧？是。儿子多大了？回太后，8岁。年纪也不小了，该学点东西了。哀家想把你的公子接入宫中，找最好的文武能师进行培养，假以时日，定然是国家的栋梁之才。你看如何啊？太后要将臣的儿子接进宫？你来照顾哀家的儿子，哀家照顾你的儿子，这不是很好吗？太后，不敢，臣的犬子怎么能与龙种相比呢？不敢劳动太后，臣自己抚养也就是了。你忙忙碌碌的，哪有时间照顾孩子啊？有时间，就是臣没时间，臣的妻子也有时间嘛。再说臣的孩子还小，很顽皮呀。孩子嘛，哪有不顽皮的？就这么说定了。太后，您是不是信不过臣？这是什么话？如果信得过臣，为何要臣的儿子进宫为质？你是信不过哀家呢，还是信不过你自己呀？臣不敢。但犬子光远还小，他还是个孩子。不放心是吗？哀家都放心将儿子交给你了，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？太后，来人，奴婢在。传哀家懿旨，准备接狄公子入宫，要像照顾哀家的儿子一样去照顾狄公子。遵旨。狄爱卿，哀家的儿子不会有事，
你的儿子也不会有事，不是吗？是。好了，再给你一些时间，回去跟你儿子好好团聚团聚。你不是什么也吃不下吗？那哀家就不留你用膳了。臣恭送太后。臣谢恩。你来照顾哀家的儿子，哀家照顾你的儿子，这不是很好吗？哀家都放心将儿子交给你了，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？哀家的儿子不会有事，你的儿子也不会有事，不是吗？老爷，不能让光远少爷进宫，他还是个孩子呢。我能怎么办？我能抗旨吗？太后如果相信您，就不会拿小孩子说事；她要不相信呢，就派别人去监管太子了。大人，嫡父这话说的对啊，我觉得这件事就是有人故意在害你。就是，我不管。实在不行，我带他回太原府老家。都别说了。大人，您还记得初五吗？您当初说将这小孩子卷入是非当中，特别的残忍，您当时火冒三丈。可现在呢，光远少爷跟初五没什么两样嘛。出去。等等，久病不嗣。等等，什么都别对光远说。如果他一定要问，就说是送他进宫习武。狄大人，爹，太后真的要把我接进宫吗？是，太后希望你长大之后能成为朝廷的栋梁之才。爹，我学好武功之后就可以做大将军了吧？光远，你也不小了，该懂事了。进宫以后，记着，别乱说话，要多听多看。宫中规矩多，凡事要小心才是。别光想着练武，你呀，该读的书还是要读。孩儿记住了。
狄大人，时候不早了，该启程了。爹，您也要好好照顾自己，以后种花种菜，我也不能给您提水了。走。光远，记着爹说的话。上轿吧。李贤被接进了太子宫，这应该是狄仁杰的主意。李贤只是一介囚犯，他有什么资格入住太子宫？这一定是狄仁杰的阴谋。李贤今天能入住太子宫，明天说不定就能够恢复太子的名分。太后既然已经答应了，就让他暂时小住几天，好在日子不会太久。太子宫与天牢不同，如果防备严密，我们就很难下手。狄仁杰也太狡猾了。住天牢也好，住太子宫也罢，总之李贤一定得死。只要是我武承嗣想让死的人，无论他住在哪儿，都是他的坟墓。最好也是狄仁杰的坟墓。李贤如果死了，狄仁杰还活得成吗？老爷，进来。老爷，让他在偏厅等候。是。下官泰安知府黄有安叩见大人。起来吧。谢大人。黄知府一路辛苦了。为大人效力是下官的福分。好，坐吧。谢大人。黄知府，本官让你带的女子，你带来了吗？下官已经把她带来了。该交代的都交代清楚了吗？大人放心，按照大人的吩咐，一切都安排妥当。在他的心里边，您就是他的救命恩人，您让他做什么，他都会答应。就是让他去死，他也会去的。不要这么说，本官怎么忍心让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去送死呢？是，下官胡言乱语，该死。黄知府，这几年辛苦你了，你的功劳本官都记着呢。不过，这可是件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事情。办好了一步登天，如果有半句走漏风声，你的身家性命可就……下官明白，下官愿为大人效力，肝脑涂地，在所不惜。相爷，琅琊王非常赏识相爷的计划，
派末将回来协助相爷。如果有什么事情需要末将做的，相爷只管吩咐就是。该做的事情，老夫早已经都办妥了，但还有一件事情非常棘手，而且你必须和李禄共同完成。请相爷吩咐。相爷在不在？进。我们特地从宫里抽调了100名御林军，专门负责保护太子，绝对不会有任何闪失。好，一定要严密防护。老爷，你来干什么？老爷，您看，这是什么？谁给你的？我不知道，是我收拾老爷书房之时发现的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莲子心中苦，梨儿腹内酸。大人，咱们这是去哪儿？你等着，这。胡公公啊，我可是把儿子交给你了。哎，狄大人，大人，那张纸什么意思呀？有人想打我儿子的主意。什么人？什么人？等等，快回太子宫。一定要提高警惕，严加守护。是。李将军，啊，狄大人，出什么事了？刚才有刺客想闯太子宫，结果被我们发现了。这家伙胆子太大了，居然敢闯宫。人呢？让他跑了。太子怎么样？他一出现便被我们发现了，根本就未曾靠近太子的房间。有没有人靠近过这里？没有。打开。是。太子，狄大人，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？臣叩见太子。大人免礼。谢太子。刚才有刺客闯宫，臣怕惊扰太子，特来看看。哦，有刺客来了，我没有听到。好，既然没有惊扰太子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大人，太子，您果然没有听到任何响动吗？没有。
臣惊扰太子，臣等告退。这窗户上的窟窿，你们说是怎么回事？这说明有人趁乱接近过太子的房间。李将军，你的侍卫有没有离开过这里？他们去抓刺客，时间很短，很快便回来了。不是说过要寸步不离吗？这种事情以后千万不能再发生。很短，问题一定出现在这时间很短上。大人，窗户上出现窟窿，一般说来有3种可能。第一种可能，有人往里面吹迷魂香，现在看来，这种可能是不存在的。第二种可能，有人窥探房间里的情况。第3种可能就是有人用暗器杀人。按说他们事先已经清楚太子住在这个房间里了，而且已经靠近了，哪里有时间从容窥探？也没这个必要啊。不对呀，刺客一来便被发现了，他怎么可能出现在太子的住处呢？不是一个刺客，你们开始发现的那个刺客只是个幌子，他的目的在于扰乱你们的视线，把你的护卫给引开，为另一个刺客扫清障碍。可太子并没有受伤，连声音都没有听到，怎么可能有第2个刺客出现呢？李将军，你暂请太子一步别处。是。骰子，马上搜查房间，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微小的细节。是。你是不是怀疑我与刺客勾结起来刺杀我？臣不敢。太子您别误会，臣打扰您休息了。臣只是希望您知道，臣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太子的安全，请您一定见谅。没关系，爷乃戴罪之身，习惯了。对了，我还要谢谢狄大人，把我从天牢接到这里来。好，这不是臣的意思，是太后的意思。臣告退。大人，看来拿光远少爷吓唬你，只是刺客想分散我们的注意力，他们的真正目的是想进入太子宫行刺。你觉得今晚入宫的是刺客吗？难道不是？你觉不觉得今晚有些奇怪？什么奇怪？既然已经到了禁闭太子的房间外，而且也发出了暗器，为何太子却毫发无伤呢？或许是学艺不精，慌张中没有找准太子的位置，所以暗器走偏了。这不奇怪，大人，再好的剑客也有剑走偏锋的时候。可走偏的暗器在什么地方呢？就算是一根针，也应该能找到吧？这倒是，我找遍了太子的房间，也没有发现什么暗器。会是些什么人呢？可太子是一个既不会轻功又不会武功之人，想把他从太子宫救出去，谈何容易啊！他们为什么要闯宫呢？树欲静而风不止啊！纸条，杀，救，太子宫，窟窿。进宫以后，
记着，别乱说话，要多听多看。宫中规矩多，凡事要小心才是。别光想着练，你呀，该读读书还是要读。孩儿记住了。光远，记着爹说的话。不放心是吗？哀家都放心的把儿子交给你了，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？哀家的儿子不会有事，你的儿子也不会有事的，不是吗？什么人？出什么事了？刚才有人想闯太子宫，结果被我们发现了。这家伙胆子太大了，竟然敢闯宫！人呢？让他跑了。太子怎么样？大人，大人，窗户上出现窟窿，一般来说有3种可能。第一种可能是有人往里面吹迷魂香，现在看来，这种可能是不存在的。第2种可能，有人窥探房间里的情况；第3种可能就是有人用暗器杀人。是什么人闯宫？为什么太子毫发无损？太子为什么不讲实情？窗户上的窟窿又作何解释呢？进来吧。大人，您觉得这种解释怎么样？太子宫窗户上的窟窿，大人，我们想了3种可能，都被否定了。我想，还有第4种可能。不愧是老江湖，还真让你想明白了。既然不是暗器，那窗户上的窟窿又并非空穴来风，就说明所谓的刺客扔进来的是其他的东西，而且是太子不想让我们知道的东西。没错。好极了，好极了，走。臣有一事不明，还望太子以实相告。我这条命都在您手里了，还在乎几句话吗？尽管问就是了。谢太子。那晚有人闯宫，太子果然什么响动都没有听到吗？我不是都已经说过了吗？太子恕罪，据臣所知，那不是实情。狄大人什么意思？你是说我在撒谎？臣不敢，但恐怕事实如此。狄仁杰，我都已经落到这步田地了，还有什么必要向你说谎？再说，有刺客要杀我，我躲还来不及呢，有什么必要为他们说谎？那是因为来的不是刺客，而是太子您的朋友。朋友？哼，我还有什么朋友？太子是否拿他们当朋友，臣不知道，但臣知道
他们一定拿太子当朋友。请太子告诉臣，他们给了您什么东西？这话我不明白。臣一直以为那窗户上的小窟窿是暗器所致，但如果是暗器，太子为什么没有受伤？如果是暗器，臣等为什么在屋里找不到？看来这样东西还在，这说明来的不是刺客，而是朋友。打出来的不是暗器，而是一样东西，是他们给太子的礼物。太子，臣真的是为您好，请您一定告诉臣，那究竟是什么东西？狄仁杰，臣在。把话说白了吧，你不就是怀疑我与琅琊王有勾连吗？我记得狄大人曾经跟我说过，无论我是去汝阳还是回洛阳，你都不会阻拦我，对吗？对。如果我们真的有勾连的话，早在成都府的时候我就可以走，我根本没有必要跟着你回来。现在，我不是已经在洛阳了吗？我记得狄大人曾经跟我说过，无论我是去汝阳还是回洛阳，你都不会阻拦我，对吗？如果我们真的有勾连的话，早在成都府的时候我就可以走，根本没有必要跟你回来。现在，我不是已经在洛阳了吗？是啊，太子是自愿跟我回京城的。也就是说，他并不愿意到琅琊王管辖的地方去避难。然而，毕竟那天夜里一定有东西扔进去，而且太子也一定知道。可他为什么要撒谎呢？深夜闯宫之人，到底扔进去了什么？张大人，您请。哎呦，建之兄啊！狄大人，哎。这么晚了，你为何还不歇歇啊？好，咱们客厅叙话啊。又在刷你的房子？哎，我说你还有没有点正事？这就是正事，说不定哪天一死啊，正好就派上用场了。啊呸！你干嘛自己咒自己呢？这你就不懂了，这是我们老家的规矩。就得趁人结结实实的时候，给自己准备好。哎，这还有个讲究呢。什么讲究？见官得官，见财得财。你觉得太子变了？也许是我多疑吧。我觉得他确实有些与前不同了。你在成都府是怎么与太子说的？你说接太子回京，是为了让他一家人团聚，是为了让他享受天伦之乐。结果呢？团聚在哪里？天伦之乐又在何处？太后从来就没有去看望过他。可太子妃呢？太子妃可是他的妻子，而且还怀着他的骨肉。
如果你是离贤太子，将作何感想？这往好里说，是你做不了这个主；往坏里说，你可是言而无信，欺骗了太子。我们能够让太子与太子妃团聚吗？是难办，按照律法，这根本就不可能。该说的我都说了，剩下的就是你的事了。告辞。哎，你等等，简之兄，如果能让太子夫妻团聚，当然是功德无量。你有办法吗？我没办法，除非你能劝说太后。什么？狄仁杰要接李贤的媳妇儿进太子宫？正是。这个狄仁杰太得寸进尺了。不对呀，如果太子妃真的被接入太子宫了，我们精心准备的计划不就泡汤了吗？太后不会答应的。很难说呀。太后聪明过人，可一见到狄仁杰，她老人家就会犯糊涂。有一个这样的对手，太可怕了。我真想跟他成为朋友，可是我就是做不到。那就杀了他。错。虽然我很讨厌他，但我知道，如果没有狄仁杰，我们的麻烦就会更多。其实啊，不是朋友，未必就不能帮我们做事。阿鲁啊，你说，如果让太子妃在这个世界上消失，会怎么样？奴才这就去把他杀了。等等，老爷，我说你怎么性子那么急呀？如果太子妃突然死了，最被怀疑的人是谁呢？是老爷我。我不想为吃上狐狸惹一身馊。全听老爷吩咐。拿刀杀人不是本事，借刀杀人那才是真能耐。你明白了吗？听说有人闯太子宫，是何人所为？尚未查出。是未查出呢，还是查出了不想说呢？太后，这哀家既然把贤儿交给你了，你就得负责到底。不管他是走了还是死了，哀家都要找你要人。到时候，你可别怨哀家翻脸无情。臣遵旨。太后，既然如此，臣有个不情之请。你说。在成都府的时候，臣曾亲口答应过太子，回京之后阖家团聚，享天伦之乐。现在看来，臣失言了。太子回京之后，心情一直不好，究其原因，是孤独所致。你是说让贤儿媳妇搬回太子宫吗？是啊，太子他实在是太苦闷了。启禀太后，太子每日独处于室，孤灯残月，孑然一身，思念亲人，
情有可原呐。何况太子妃现在已怀有身孕，太子怎么能不着急呀？太后，太子终归是皇子，太子妃怀的终究是皇孙。就算太子有任何的罪过，那腹中的孩子总是无辜的吧？而且……闭嘴！不要再说了。太后，太后，什么？太子妃死了？大人，他就是昨天的看守头，还不快见过狄大人？参见狄大人。你们是什么时候发现柴房着火的？天快亮的时候，这个疯婆子骂了多半夜。怎么说话呢？哦，太子妃她骂了多半夜，吵得大家都休息不得，一直到3更天以后才静下来。小的们以为她骂困了，睡着了，也就全都回去睡了。全都睡了，没有留人在外面看守吗？哦，照规矩，每天晚上留2个人值夜。行了，先下去吧。是。大人，您看太子妃出事，会不会与太子宫案有关联呢？骰子，来人，把尸体抬走。是。昨晚是你们2个值夜的？是。喝酒了没有？没有，没喝。跟我说实话。大人，平时值夜的时候，我们是喜欢喝2口，可是昨天夜里，我们真的没喝酒啊。是。你们什么时候睡着的？这谁能记得啊？反正是3更天以后了。对，是3更以后。打3更鼓的时候，那个疯婆娘还吵吵着呢。你们这儿的人都会不会说话？太子妃。是什么时候醒的？又是什么时候发现着火的？着火是我先发现的，那个时候天已然亮了。那发现以后有没有立刻救火？来不及了，火已经将房子全部吞了。那你们怎么知道这火是从里边烧起来的？这太子妃任何事情都干得出来，不是她还能是谁啊？没错，是她。前几天呢，我就发现她在柴房中点火，幸亏我们发现及时，要不然早已被烧死了。有这事儿？是啊。你们值夜允许睡觉吗？不允许。那为什么要睡？昨天夜里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糊里糊涂的就睡着了。行了，去吧。谢大人。大人，我闻到这房屋中有一股怪味儿。闻到了。我觉得是迷魂香。看来这把火烧得还真是蹊跷。您请。这人都死了，还找我有什么用啊？嘿呦，徐御医啊，我们大人请您来，自有他的道理，您就别再唠叨了啊！我又不是神仙，没有那起死回生的本事。请。
你说的没错，这屋子里还残留着一些迷魂香的味道。也就是说，看守不是自己睡着的，而是有人请他们睡着的。可以这么说吧。不过这种迷魂香算是最轻的，最多3、4个时辰就可以自己醒过来。不用验了，太子妃不是中毒死的。这么肯定啊？凡是中毒死亡之人，骨头都会变颜色，根据毒药的不同，分别会变成黑色、紫色与黄色等不同的颜色。太子妃一看就没有中毒。是啊，可这个结果就奇怪了。这有什么奇怪的？他是被大火烧死的。凡是被火烧死之人，总会有挣扎的迹象。就算是自己烧自己，在最后时刻也会有本能的挣扎反应。而太子妃呢，简直是老老实实、规规矩矩的被烧死。他有可能是服了什么东西了？可您刚才说过他没服啊。那也就是说也就是说，在被大火烧焦之前，太子妃已经死了。这也不奇怪啊，也许在大火燃烧之前，他就已经……哎，不对呀，这火是他自己放的，那死人如何能放火呢？谁说过？谁说过火是他自己点的？你是怀疑这火是别人放的，在放火之前他就已经被人杀死了，是不是？是啊，只有这种解释了。只是有一件事情我还弄不明白，太子妃已经落到这步田地，死与活没什么差别，为什么要杀她呢？这不奇怪，礼贤太子都混成何等样了，不是照样有人杀他吗？哎，这可不一样啊！杀太子的人可以得到更多，甚至可以谋权篡位。杀太子妃有什么用啊？那还有什么其他的解释吗？除非，如果这不是太子妃呢？该擦的痕迹都擦干净了。老爷的意思是，你没有忘记阿寿是怎么死的吧？就是因为太自信。太自信的人做事往往很草率，会被别人钻了空子。奴才明白，这荒无院的女人该如何处置？先留着，老爷我以后会派上用场的。大人，从表面看，我觉得不像是太子的朋友所为，更像是太子的对头干的。他们先杀人，然后再放火毁尸，销毁一切可能留下的证据。现在这些都不重要，关键是此人究竟是不是太子妃？大人是说，有人画瓢换葫芦？傻子，你立刻在洛阳城及城外方圆30里仔细搜查有没有孕妇死亡或失踪的情况。是。哎，记住，千万不可太声张，以免扰乱人心。
玲珑姑娘，阿鲁哥，来，请喝茶。谢谢。对了，阿鲁哥，他是谁呀？长得真好看，比黄大人的夫人还要好看呢。以后我会告诉你。现在呢，你什么都不要问，什么也不要想，好好歇息。很好，以后就这么照顾他。黄大人不是已经照顾好了吗？阿洛，我告诉你，有些事情可以靠别人去做，但是有些事情必须自己亲自来做。只有亲为之事，才是最可靠的。老爷放心，他是对手的一把刀，一把漂亮、锋利的刀，无人可以遮挡他的漂亮，也没有人可以挡得住刀的锋芒。整天打打杀杀，我真的不喜欢。就算让人去死，也应该死得快乐些嘛。老爷，奴才还有一事不明。尽管说。荒无院的女人还有什么用？为何还留着她？有用。任何人对老爷来说都有用。它也许是一块敲门砖，也许是一件护身符。对了，我让你消除的痕迹，你都消除了没有？奴才这就去办。去吧。是。岳父，大人在吗？有事儿啊？哎，你着急找老爷，准没什么好事儿。我在屋里边呢，大人。大人，怎么？我们派出去寻找孕妇线索的赵捕头被人给杀了。赵有亮。参见大人。死者在哪儿？在里面。大人。狄大人，飞镖是从窗户上打入的。一镖毙命。
还有什么其他线索吗？已经查过了，除了窗户下有一个人的足迹外，没有其他发现。他什么时候遇刺的？回大人，根据赵捕头血凝过的情形看，应该是3更到5更这段时间。3更到5更，这段时间应该是人在熟睡的时候。看来赵捕头是被熟人所杀。熟人？而且关系应该还不错。狄大人，您为何如此肯定？我们做个实验。刘捕头，兄弟，没事吧？敲窗，如果他不是经过询问，那么他会采取2个行动：一是躺着一动不动，静观其变；二是拿起兵器，起身查看。可是他的兵器一动未动，他起身的姿势完全是迎接。那么只有一个解释，那就是窗外的来人他知道，他熟悉，他根本无需防范。谁？这个凶手暗器功夫十分了得，飞镖速度极快，赵捕头几乎还未及反应，就已经被杀了。所以在赵捕头的脸上看不到一丝恐惧的表情。刘捕头，备职在。你与赵捕头在一起的时间最长是吗？是的，我们是一起来到衙门中当差的，算起来也有5、6年了。他有什么仇家吗？干我们这行的，有几个没仇家的？他的仇家我都知道，无非是一些泼皮地痞、小偷小摸什么的。但是他们可不敢杀朝廷的官差呀。再说了，有如此功夫的暗器高手，别说在洛阳城，就是在江湖之上也没有几个人。赵捕头怎么会招惹如此厉害的仇家呢？你看着我说何干啊？你认为是我干的？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朋友呢？他有什么朋友吗？他的朋友就是我们这帮兄弟，没听说他有什么朋友。这段时间你们一直在一起，是不是在查孕妇的事情？是啊，大人。有什么发现？没什么发现。昨天你们2个一直在一起是吗？是。什么时候分开的？昨天散了班之后，赵捕头请我喝酒，我是喝完酒之后回去的。那时候天已经黑了。他家里还有什么人吗？他有个媳妇，前些日子回娘家去了。娘家在哪儿？就在九里营，离洛阳城大约有10多里路。将尸体运回大理寺吧，顺便通知一下他的夫人。是，大人。你在想什么呢？飞镖有什么问题吗？这飞镖看起来很眼熟，我好像在哪儿见过。你是暗器王，江湖上使用暗器的朋友多，看起来面熟，没什么奇怪的。不对，我的朋友中没有人使用这种飞镖，可我怎么就是想不起来了呢？
刚刚开始调查孕妇之事，就有人被杀，为何会如此凑巧呢？仅仅是巧合，还是与此次的调查有关呢？老爷，大理寺刘捕头求见。请他进来。是。多谢大人。赵捕头的夫人有下落了吗？卑职正是为此事而来。赵捕头的媳妇没有回娘家，他娘家人说她从来就没有回去过。哎，你不是告诉我她回娘家了吗？是啊，那天晚上赵捕头亲口对我说，他媳妇回娘家去了。哟，客官啊！哟，赵捕头，你怎么也和我们一样下馆子了啊？不用回家陪嫂子了？嗨，我媳妇回娘家去了，回家中啊空锅冷灶的，没啥意思。来来来，喝，今儿我请客啊！小二，再上2个菜，来2壶好酒。那天晚上，赵捕头喝了很多酒，花了他半个多月的俸禄呢。他很有钱，经常请你们吃饭。哪儿啊？赵捕头是出了名的怕老婆，平常啊1个铜板他都掰成2半花，谁知道他那天怎么了？不对，赶紧找到他夫人，找到之后立刻告诉我。是，大人。哎，我问你，赵捕头这几日有没有什么反常？他举止正常吗？很正常，与平日一样，嘻嘻哈哈的，干起活来也很认真。他有几个孩子？没有，赵捕头不可能有孩子。为什么呀？狄大人，1年前，赵捕头在查办一件案子的时候，与一个盗贼头目过招，他下面私处被砍了一刀，废了。为了此事，他老婆还逼他写休书呢，他愣是没写，要不怎么会怕老婆呢？哦。大人，大人，我想起来了，飞镖。对，正是飞镖。大人还记得5年前我们在泰安府见过的那个摊贩吗？就是卖假令牌的那个。断气很久了，看起来这帮人下手够快的。这个摊贩与那13具尸体应该是一伙的。杀死赵永亮用的飞镖，与杀死摊贩所用飞镖一模一样。你为何如此肯定？大人，你也知道干我们这行的，对暗器都非常感兴趣。若非时隔5年，我也不会一时想不起来。难道这天底下没有一模一样的飞镖吗？大人，飞镖的样式可以相同，但各家使用飞镖都有自己的特点，尤其常年行走江湖之人，大多都有自己的独门暗器。那如此说来，杀害赵永亮的凶手与5年前在泰安杀害摊贩者是同一个人。至少他们之间有牵扯，或者干脆就是一伙的。这就怪了，泰安府的案子怎么会与赵永亮有关呢？5年前的案子虽然没有终结，但是幕后的操纵者是谁，大家心里都有数。只不过没有证据。赵永亮只是一个普通的衙役，他没有什么资格参与其中。为什么要杀他？
大人，我想，会不会与太子妃的案子有牵扯？因为赵有亮是参与调查太子妃一案的。如果是因为太子妃，那就是其他的解释了。赵有亮查到了线索，还有另外一种可能。什么可能？这种可能，只有找到他的夫人之后才能知道。他夫人？他夫人不是回娘家了吗？刚才刘捕头来过，他夫人从来就没有回过娘家。赵有亮在撒谎？不是赵永亮在撒谎，就是他夫人的娘家人在撒谎。我们明日去他夫人娘家。大人，胡三到了，请。胡三拜见狄大人。免礼，看座。谢谢狄大人。胡三呐，你就是九里营的地保。正是假的。大理寺赵永亮赵捕头，你可认识？认识，他就是我的外甥女婿。哦，那么你外甥女现在在哪儿啊？回大人的话，大理寺刘捕头已经问过了，确实没回来。不对啊，可赵捕头说他回来过。这我可就不清楚了。那丫头的爹娘已然不在了，我便是她唯一的亲人，她回来，我怎能不知呢？胡三，哎呦呦呦！你身为九里营的地保，大小也是个吃官饭的。是，拿朝廷的俸禄，朝廷的律法也得略知一二啊。赵捕头突然被杀，他夫人莫名其妙的失踪，这可不是小事，是人命重案。你讲话要牢靠啊！胡三，你想好了，你是愿意在这儿讲呢，还是愿意去衙门大堂上讲啊？哎呦，大人呐，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，我真的不知道啊！好了，我知道你有许多的苦衷，是不是？有些话呢说不出口，你不要害怕，慢慢的说啊。出了任何事，我给你做主，一五一十的告诉你，慢慢说。哎呀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事到如今，我顾不上我这张老脸了，我全都说。好，慢慢说啊。这丫头她不守妇道，丢尽了我的脸。我们就当她死了，就当我们老胡家没这个贱人。她有身孕了，是不是？大人明鉴，大人明鉴。这个贱人也不知何时在外面与人私通，怀了身孕，她悄悄回来找孙郎中买药，想把腹中的胎儿打掉。孙郎中不敢做主，来跟我商量，我一愤怒便打了他一巴掌。这件事赵捕头知道吗？哎呀，这种事瞒得了初一，躲不过15啊！我那外甥女婿也是衙门中人，他什么事情没见过？我担心此事早晚会露馅，惹出更大的麻烦，就厚着脸皮告诉了他。我想啊，他已经成了一个废人，能有个孩子养，也算是断不了香火。这事儿瞒一瞒也就过去了。他得知此事之后如何表现？永亮，外甥女婿，赵捕头，这都怪我家教不严，没管好那个贱人。我替他爹娘给你赔个不是了，你若是能容下他，让他还跟着你，给你做使唤丫头也行啊。
你若是不想再见他，那就一纸休书把他给休了。眼不见心不烦。赵捕头又怎么说？他还能说啥？一个大男人遇到此等丢人现眼之事，他还能说啥？幸好他毕竟是衙门中人，还算通情达理，还是把孩子给留下了。以后的事情，小的就不知道了。之后你没有再去看过他们吗？哎呦，我哪还有脸再去登他家的门啊？他们也没有再回来过。这件事村里人都知道了，他们哪还有脸再回来呀？大人，依我看，是赵捕头自己杀了他夫人，对外谎称他回娘家了。赵捕头杀妻泄愤，倒也在情理之中。但是究竟是谁杀了他呢？此人与他怀有身孕的夫人又是什么关系呢？如果说回娘家是一时的托辞，1天2天10天8天也还说得过去，难道一辈子都不回家吗？他兴许是暂时搪塞，在另寻掩饰之策，从长计议嘛。你说的在理，但还是解释不了他为什么被杀。也许是赵捕头的情敌所为呢。赵捕头一怒杀妻，那个男人为了给相好报仇，又杀了赵捕头。如果是情杀，那倒简单了。但是这个凶手不但武功高强，而且极有可能与5年前泰安之案有关。怎么会这么巧？也许是情敌，可也许完全是个局外人。他发现了赵捕头夫妻的事情，而且利用了这件事。你是说，赵捕头起先并不想杀妻，而是后来被人利用了？若是有人知晓赵捕头妻子偷人的隐情，又急需一具怀孕的女尸，那么这种设想也未必不能成立。太子妃若果真被人用调包计救走，那些人应该是太子的朋友，可他们又与泰安府之案有牵扯，而泰安府之案原是仇视太子之人所为，他们又为何要出手救太子妃呢？是啊，是有些难以理解。不管怎么样，先找到飞镖的主人再说。就。